我是小林哥。过去的2年，我曾在世界各地环境恶劣的荒野生存过。为了更好地感受自己流落荒野时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状况，每一次挑战我都没有携带食物，没有水源，没有现代化的建造和捕猎工具，一切都靠自己的双手获得。时隔1年，我准备再次出发荒野。我现在在金三角，对，没错，就是国际上面大名鼎鼎的那个金三角，泰国、缅甸、老挝3国交界处。目前我住在湄公河边上的一个酒店里面。这个地方去年我来过一次，但是没有在这边荒野求生，所以这一次过来，我准备在金三角的森林里面荒野求生。这些都是我这次所携带的一些设备，基本上都是一些拍摄，还有电池，还有充电的东西。这药品、卫星电话、充电宝、相机电池、一个小头灯，还有运动相机、无人机，这还有一个大太阳能板。现在开始上山，包了个车。không phải nào ăn lô tao là đây chào Bạn rút về đây vô, sao vậy? không 好，谢谢啊。OK。金三角地区属于东南亚热带雨林气候，不过现在是旱季，我是真会挑时候来的。现在我们正在往山上走，沿着这条新挖出的路往森林深处去。1个小时后到达了目的地山顶，山下一片全是原始森林，这将是我未来的战场。加上装备，折腾了半天，终于到地方了。把东西卸下来。我发现这林子里面还有点阴冷阴冷的。哎，走吧，赶紧找个地方扎下来。我要寻找一个合适的驻地，有水源、有阳光、环境干燥、舒适一点的地方是首选。这个小路一看就是人走过的，无非就是采药的，还有打猎的。慢点走，这边太陡了。哎，这条路上就是这些东西，挺烦人的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一块好陡啊，特别陡。这是一条深沟。嘿嘿，这发现了一条小动物的路径，很明显的就在这里。啊，这太明显了，就顺着往上面走的。个头不大，像这种的话，应该是一只老鼠。我的妈呀！这太陡了，这个。哎，走啊！哎，什么东西挂我一下？带刺的。这感觉怎么说呢？有点酸爽，还好，一点点皮外伤，没啥事。怎么全是带刺的东西啊？听到什么声音没有？就在前面，仔细听。嘿，一点点，太小了这股水，再往下面走一点，兴许水会更多。这边树木太茂密了，遮天蔽日的。这边这个水流就大一点了，再往下面走的话，应该会更大。高点。还行，是山泉水的味道。这边还是太茂密了，不太适合搭建庇护所。基本上都是，哎呀，被遮到了，赶紧找一个开阔一点的地方搭建营地。找到一个好地方，就我身后这一块，比较平坦开阔，完事上面的天空也是露出来的。这种地方的话，湿气没那么重。
这个地方还不太平，给它挖平一点。相当的可以，你看清理出来了，这简直就是理想中的驻地啊！真是费劲搞这几个木头，没办法，没有工具，没有刀，全是用手掰下来的。这些空隙太大了，再给它编织一下，等一下还要盖芭蕉叶。接下来这个要从下面这样子挨着的往上面盖过去，这才是最好的防雨效果。这样子盖，今天就只能将就一下睡地上了。大功告成，忙活了一天了，终于盖好了。我这盖的还是蛮厚实的，防雨效果那没得说。不过呢，现在也不是雨季，应该不怎么下雨，先将就着住一晚吧。明天想办法搞个火堆出来，住着应该就会舒服了。看样子今天晚上是有点不好过啊！这个天刚刚暗下来，就感觉凉飕飕的，气温就下来了。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，毕竟身上脂肪厚，对吧？有什么明天再说吧。这忙了一天，也确实蛮累的。晚安。不行了，睡不下去了，感觉太冷了。其实温度应该也算不上太低，大概只有20来度吧。哎呀，活动一下。哎呀，活动。现在外面好安静啊，连虫子都不怎么叫。可算天亮了。还是冷啊！等着周围这个雾散开了之后，太阳出来了，林子里面会变得干燥起来。我一定要想办法生个火堆出来，哪怕是把电池拆了，我也得生。我不想今天晚上还这么过，真的是太难受了。哎，好多油啊，洗都洗不干净。水分补充好，现在去找点木材生火。我找到了2根比较好的转棍，这种木质都是比较硬的，看到没有？再修2把干一点的草，够用。这么大一把干草，那这就得到了1根比较好的转棍。这棍子都搞断了，烟都不冒，什么玩意儿啊！真的是，这钻木取火也不行啊，我得再想想办法，不然今天晚上又得挨冻了。我准备再尝试一下泥木取火。不到万不得已，我是真不想用我的相机电池生火，那玩意儿不便宜啊，而且我还要拍摄。
着了！这就是我取出来的火星，现在它还比较微弱，轻一点，不然得把它搞熄了。小心翼翼的用这个干草把这个火给引起来，动作不能太大了，也不能弄得太重了。取火成功啊！哎呀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！喂！别熄！不行，还有火星，还能接着吹。Yes！ 这个柴太潮了，不好点，很不好点。先这个火，加点这种，然后再慢慢的烧着。刚才你知道吗？这个火，因为这个火绒它不干，吹着看着燃起来了，结果一松懈下来，它就那个马上就灭了。我的妈呀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它要全部灭掉，真的。哎，不容易，真的。不过好在有惊无险，生着了就好。生着了就好。火升起来了，现在去搞点吃的。肚子还饿着呢，看到没有？在这里。哦！完了，要变蜘蛛侠了。它咬不透，这都是肉啊！再给它包起来。哎呀，这还有个大家伙，还跑！看到没有？这个叫做花蜘蛛，顾名思义，你看它长得花花绿绿的，这个东西是可以吃的。有一些云南的少数民族就会把它当做一个下酒小菜。反正抓这玩意儿还是要特别小心，除非你想变成蜘蛛侠。放到火上面烤一烤，主要是怕它乱跑，这样子它就跑不了了。放在这个炭火旁边给它烘烤。这两个小家伙肯定是不够吃的。我准备再去搞一点吃的。这还有一串野芭蕉，昨天我把它摘下来也吃不了，正好今天生出火来了，把它摘了放到火上，烤熟了就能吃。搞点烤着，烤多少吃多少，这剩下的还能明天吃，也不浪费，是不？有荤有素，还是很不错的。这个小的熟了，可以吃了。看看，就这么点儿。你别说，这味道还挺好吃的。它这个肚子里面应该是有卵的，这种味道口感有点类似于什么呢？蟹黄，对，没错。这还有只大的，尝尝。是真的很香，可惜就只有2只。这个野芭蕉也好了，尝尝味道吧。
还行，这味道其实。哎呀，今天晚上有了火堆，可以好好睡觉了，再也不怕冻了。昨天晚上真的冻实在了。接下来的日子会越来越有盼头，也会越来越好。加油！哎，兄弟们，大早上起来的天塌了呀！我用卫星电话给他们报平安的时候，他们告诉我有急事，赶紧下山。没办法，我现在只好下山了呗。哎，可惜的是，我这个挑战没有完成，人都还没有太瘦，没办法咯，只有等我把事情忙完，我再回来接着更新。在这里，我跟大家承诺，我一定要完完整整的拍一期出来，绝对不能半途而废，不管遇到什么。我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东西啊，兄弟们，这是一条眼镜蛇啊！这冬天不冬眠的吗？可能是这边气候比较暖和吧。不知道它是不是出来，是准备在这个沟边晒晒太阳。这真是，这是一条舟山眼镜蛇。啊！看这玩意儿，它是盯着我的，我靠！哎呀，我靠！算你今天运气好咯，在我出去的时候碰到你。但凡是我还住在这里面，你今天都跑不了。算了，不管它了。等我事情忙完回来，接着我的生存挑战。这仅仅是个开始，而并非结束。哈哈哈！我又回来了，兄弟们。不过呢，我现在换了一个山头，现在避火所已经搭好了。然后呢，这次我还额外带了一些装备。为什么换了一个山头呢？因为我是被赶出来的。这里也挺好的呀，这边山更大，海拔更高，可能东西也会更多。这旁边就是一条小山泉，那我避火所就在那里。所以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带上刀去砍一些木头，搭个床。有了上次睡地上被冻成狗的经历，所以为了在未来的日子过得更舒服，这一次一开局我就要把床搭好。搭床一定要用直一点的木棍，不然第二天一睡醒就腰酸背疼的。在地面横着铺3根木头，接着再竖着把木棍铺好，一个简易隔离地面的小床就搭好了。这样子就是隔离地面的。哎呦，睡着还可以哦。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一下，就是这个火堆。在这里生火的话，就会出现一个问题，晚上要是火星崩到身上，那可是很酸爽的。所以我决定在这里搭一个罩起来。它现在是低于我的床的，这样子又能烤火，又不怕烧到自己。现在开始生火。这刀里面还藏着一根打火石。好，着了，还是现代科技好用。天黑了，今天晚上注定是一个美妙的夜晚，有火堆，有床。明天我要开启我的狩猎模式了。在这边这个丛林里面，唾手可得的可能就是这种野芭蕉了。哇，这个可以了。又苦又涩，只能说哄哄肚子吧。只要你仔细观察，就会发现这林子里面其实是有路径的。这个地方
感觉是像被什么动物扒拉出来的。你看，这地面都裸露出来了，有可能是野鸡找吃的哈。这树叶下面应该是有虫子。这儿有一条路，看到没？绑一根棍子作为卡扣，然后紧接着这下面是一个套子，这样子的。哎呀！试一下效果吧，不错，很灵敏。而且这个勒得很紧的，看到没有？抓鸡的话绝对是跑不了的。先盖点叶子伪装一下这个踏板，把路拦一下，免得它从旁边走了。可以装好了，这陷阱看起来还是蛮自然的，看不出什么破绽。这又发现一条小路，可以插在这里了。又下好一个陷阱，这两边都已经拦好了。走吧，接着干，多搞一点，吃肉的几率会更大。这一天的时间，我在林子里面下了很多套，但是食物呢，不可能一下子有，所以我得考虑一下，今天我得吃什么。去水沟边看看，能不能发现什么食物，抓点螃蟹也好啊。哎，山螃蟹，特别干净。给它放兜里面去。哎，不错，2只。还可以啦。啊！你看看，有6、7个螃蟹吧，给它包起来，免得它到处乱跑。应该可以喽，这个可以吃了。看看，这是一个最小的，就这么大点。我的天哪，这味道太鲜美了！我感觉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螃蟹。这里面有黄。下完陷阱后，每天最期待的事情就是来看陷阱。没动静，还是没动静。我只能说，好家伙，这个没有套住，什么都没有收获，10几个套子，不过也在意料之中。还有2个触发了，但是没套的，我给它恢复了。今天啥也不想干，摆烂吧。饿了就去扒2个螃蟹吃一下。
控的这个，有收获了，这是一只原鸡，看到没有？咱们吃的家鸡就是通过它培育而来的。这玩意儿个头不大，也就巴掌那么大点。幸运的是，这个鸡在这边并不受保护，这最多的话只有1斤半吧，反正很轻，都不好说，1斤半可能都没有，这太小了。这个我摸摸看，哟，还有点肥呢。哎呀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我现在要把它带到水沟边去处理了。小心肝儿，看看这个鸡，这肉质，看这样子最多1斤。哎，给它串起来，这是肝脏，最好吃的部位。烧烤，烧烤。这一块这个肝脏，看看，这个真的太好吃了。嘿，这还有意外之喜，这是这个木头里面烤出来的，太热了，它钻出来了。连你一块烤着吧。这在云南也是一个下酒小菜。真香，这个烤好了，可以吃了，金黄酥脆的，尝一尝。哇，这个肉好有弹性啊！看看这个肉。山里面的东西就是好吃。看看这个皮下脂肪，哇，太满足了。鸡骨头我留下来了，还有别的用处，还剩了小半只鸡，留着晚上吃。虽然没吃吧，但是感觉还是挺满足的。这个肉太香了，真的。不过今天呢，我不能闲着了，我还有事情要做。这才来第4天，你看这个棚子的叶子都干了，这上面都有空洞了，我得补一下。也是因为光照足，这才干得那么快。短短4天，有些都快要焦了。简单的补了一下屋顶，现在我要去下陷阱。鸡骨头带上，吃剩下的鸡骨头还有大作用，我可以利用它制作一个捕鼠陷阱。就地取材，就用水沟里面的石板做一个专门针对老鼠的落石陷阱。我要争取在这片山上能最大化的获取食物，就下在这里了，差不多。大概绑在这个位置。整个陷阱大概就是这种结构了。我们可以把诱饵绑到这里，把鸡骨头绑在这里，有老鼠来吃，看到没？OK， 制作好了一个陷阱。这个鸡骨头的味道可是很香的。哇！哎呦我靠！同样的方法，我又下了2个陷阱在水沟边。水沟边的话，老鼠会比较多，晚上它们会出来活动，或许会被这个香味吸引过来。上午还剩了小半只鸡，这就是我今天的晚餐。还有一个屁股。不要浪费了，也把它吃了吧。真香。希望明天早上起来依然有食物。
这时间过得真快呀，一晃就第5天了。把这个柴架一下，等下去看一下陷阱。先去看看水边的捕鼠陷阱怎么样了。没动静，这个也没反应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捕鼠装置没有收获，我现在要去山上检查一下我之前布置在周边的绳套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这个啥也没有。下面的我也看过了，也没有收获。今天啥也没有啊，捕鼠装置3个都没有动静。我下的套呢有触发了的，但是没有套中。先烤烤火吧。这边上午都比较冷，因为有雾，太阳没出来。哇！听到枪声没有？有人在山里面打猎啊！我靠！我100%确定这是小口径的声音。以前我玩过，枪声从那边传过来了，听得很清晰，应该距离我不远。还有人打猎，真的离谱。不过也是在意料之中，像这种地方，他们没事就爱背着枪上山打猎打鸟。哎，我你妈还打了！别把我当猎物打了就行。如果等下我碰到他的话，我会叫他给我一点猎物。又有一只虫子钻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？这打牙祭都不够，这太少了这。我不能在营地里干坐着，因为我今天还没有收获食物，所以我决定去水沟那边看看，碰碰运气。其实沟里面螃蟹并不多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被别人扒过，但是有总比没有好。我摸到什么东西了？软的。它就藏在这个石头下面。哎，怎么没有啊？空的。哦，这里，看，这家伙躲得还挺好的。哦，力气还不小，这么大。这玩意儿背上有一点点这种小疙瘩，看着像癞蛤蟆，其实不是癞蛤蟆啊，这个是石蛙。别动啊！你跑不了的。不管了，先回营地烤着吃。串起来，哦，太紧实了，这个肉质漂亮。哇，看看。真的特别香，脚丫子吃掉，头再烤一烤，感觉没烤透。哎，也没抓到什么螃蟹，不太好抓了，好抓的都被我抓完了。还是好吃，吃了就想躺着，啥也不想干，感觉身体有点乏。听到这个石蛙叫唤没？沟里面还有几只，但是这个东西不好找啊，难抓。
时间来到第6天，现在我对于每天检查陷阱这个事并没有那么期待了，反而是有点害怕没有收获。尽管我也知道不可能每天有猎物，但还是忍不住会有失落的情绪。我觉得我更应该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就算没有收获，我想我也可以找到别的食物。又是什么收获都没有的一天，所有的套子、石板我都检查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这我好运气都用完了吗？还是这个林子里面的猎物太少了？昨天能搞到一只石蛙，完全是走了狗屎运，这玩意儿很少的，这么几天以来才搞到一个。这种木头还时不时的能钻出2只虫子，我觉得我可以试着挖点虫子吃。这种木头到处都有，可以捡点回来挖着试一下。看到这个人没有？刚刚看到的钻进去。哇，看这些。其实我早该想到这些干枯的藤蔓是有问题的。哎呀，我放到这里慢慢剥。在云南有些地方，他们也拿这个下酒，特别好吃，特别香的。当然，高蛋白过敏的人不能吃。哇哇哦！这个位置还有，你看，这里还有一个，看看。啊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很多啊，这边有很多这种藤蔓，根本吃不完。看看。没想到一早上的时间就收获了那么多，这玩意儿营养价值是相当丰富的，大部分是由脂肪、蛋白质组成的，还有一些微量元素。就这些虫子，营养价值不低于1块牛排。哇，哈哈，先烤着。别看这玩意儿长着恶心，但是国内还有人专门养来吃呢，而且卖的还不便宜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这些都可以吃了。来尝尝。哇，满满的脂肪、蛋白质。我看这边还有好多干枯的藤蔓，里面基本上都有这种虫子。其实我早应该想到，能烤出1、2只，那说明会有很多的。食物不愁，这2天我就可以轻松一点了，养精蓄锐。早上好啊，这时间过得好快啊，一晃就第7天了。刚刚检查完陷阱，遗憾的是啥也没有收获。搞不懂这片林子里面猎物为什么那么少，或许他们打得比较厉害吧。今天又得挖虫子吃了，我得想个办法。老吃虫子也不行啊，在这里。在野外保持身体清洁，状态会更好，这是我每天必做的事情。吃不完，根本吃不完，太多了。直接烤着，一小节木头就能抠5、6条出来。吃吧，没别的吃的了。况且这玩意儿还是挺好吃的，挺香的。这个地方的鸟叫声一直挺频繁的，我觉得我可以尝试一下捕获鸟类，反正这个陷阱也没收获。这个触发了。我感觉它是支撑不住了，自己倒的，就下在先前这个老鼠陷阱这里。我听周围鸟叫声很多，然后旁边又是水源。好，轻轻给它放好，等下一会儿就绑到这个上面，圈套给它放好。当有鸟来吃中间这个虫子。看到没？这是特别好的诱饵。哎呦，它咬我！你还会咬人呢，是不是？
只有一点点接触。走吧走吧，回去等着。等过2个小时后来看一下。触发了，触发了！刚才我看着触发了的。肯定是这个绳子太粗了，这个绳套都没有收拢，换一根细一点的绳子肯定就可以了。这个是伞绳里面抽出来的芯，现在去把它装上。我要再试一下，哎，把这个细的绑上去。这次换更细的绳子了，我就不信抓不住你。现在我就在庇护所静静的等着。唯一不好的就是这个太阳过去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今天是抓不到了。这周围鸟叫声都没有了。我感觉是第一次没抓到，引起了他们的警觉，很难捕啊这个鸟。现在都不来了，不知道是不是在鸟界传开了，这是个圈套。哎，反正一直没动静，等了那么久，好事多磨嘛。为了吃肉，或许我得再想想办法。可算有收获了这个捕鼠装置。过了这么多天，我都对它失去信心了。没想到今天抓到一只老鼠，还特别大。这是一只白肚山鼠，这个肉质特别鲜嫩，特别细腻的，在两广地区还有人养殖来吃呢。没想到今天抓到一个。我就知道这个陷阱会触发，因为它挂的是活饵。这个活饵的话，吸引力是特别大的，肯定是被夜间觅食的小动物给吃掉了，然后又没套中。所有的陷阱我都看完了，就收获一只老鼠。哇，太棒了这个！哎，直接放到火上去烧一下这个毛。条件有限了，只能处理成这个样子。这么多陷阱，今天能有这么一个收获，还是很不错的。还有皮下脂肪，啊，太熏了。吃完渴得慌，喝点水。这看起来就是金黄酥脆的，试一下这个肉。哦，还剩了小半只老鼠，留着晚上吃吧。现在我要去补一下我这个屋顶了，这一天比一天烂。确实都干得不成样子了。棚子补好了，看着舒服多了。不下雨，但是会有雾啊。不管是鸟还是夜间出没的动物，老是套不中也不是办法。简单的升级了一下陷阱，用树枝圈起来，同时还加装了树叶，看起来更自然。为了提高捕获效率，我又多做了一个活饵绳套。我不信这下还抓不住你。这边陷阱下好了，我要去把捕鼠陷阱那个饵也给它换成这种虫子。终于忙完了，真是充实的一天。对于这个陷阱我还是蛮期待的，因为我用的是活饵，活饵的触发率是相当高，指不定明天我就能收获什么稀奇的东西。这山里面天一黑，气温就下来了。哎呀，不过有火堆还是舒服的。
么情况啊？我想过可能会不触发，或者说触发了没套中，或者说套中了，他再把绳子咬断了跑了。我就是没想过饵没了，他没触发。这个饵也没了，应该不会是不灵敏吧？我来试一下，很灵敏啊。我看要不是有虫子，我在这里怎么活呀？这2天我一直守着我的狩猎陷阱，触发了或者说诱饵被吃了，我又去给它补上。我不知道这是一只什么动物，吃了我那么多虫子，我感觉它都快要成精了，怎么抓都抓不住。能在这种环境生存下来的也确实有点东西。到后面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我改进了我的狩猎陷阱，希望能抓到它。这也是一个脖套，它想吃这个诱饵，它的头就必须要伸到这个绳套中央去。当它一触动这个诱饵，那么这个绳套就会立马收缩。当然，这只不过是我一个理想的状态。这个东西太精了，吃了我好多虫子了。哎，在这个地方生存这么久，给我的感受就是好也有，不好也有。好的就是最近的天气特别好，特别干燥，不闷热。所以我觉得在这里生存，这个挑战性并不大，就是猎物不太好搞。在这种环境下能生存下来的，能有简单的吗？给他们打来打去的还能活下来。在山上待久了也无聊，我砍了一个木头，制作了一把简易的锄头，想着能不能去山上挖点山药吃，用火烧一下，让它碳化一下，会更结实一点。补充好能量，现在去山上看能不能挖一颗山药。我靠，这里发现了一个被挖过的，看看这个有多深。我这个锄头还挖得了吗？这一看就是当地人挖的，靠山吃山嘛。季节到了，他们就会上山来挖山药。哎，算了，别挖了，留点体力吧。就我这个工具，我估计挖到明天都挖不到。我看这周围还有点山药豆，可以捡点来吃。这里就有一个。这个山药豆其实就是山药的果实，一样的，也是可以吃。这到处都是挖过的痕迹。这么深的坑都给他们挖了，哪有什么好挖的？老老实实捡点豆子算了。放在这个火边上烤着。烤得跟土豆似的。味道也挺像土豆。这个是真好吃，看看。多加点柴，把这火升大一点。可算有收获了。感觉它要咬人，龇牙咧嘴的，看到没？啊！被它咬一口，咬破了，我靠！麻烦大了，我是不是得去打个狂犬疫苗什么的？完了，我靠！得撤了。这小家伙真的挺凶的。我现在吃它都没心情了，我也赶紧撤了，我要。劲儿还挺大的，哎，算了，今天没心情吃你了，去吧。这手上给我咬的，真的，我得赶紧回去处理一下。哎，撤了。也不遗憾了，抓到一只花面狸，虽然说没吃它，其实早在前几天我就发现了它的痕迹，在那边树干上，它拉了一堆屎在那里。这个就是果子狸拉的屎，就在庇护所旁边，那边还有。
看样子以前这个树上应该是有吃的。这段时间以来，这个地方待着还是蛮舒服的，毕竟是比较干燥。这个林子里面，它不像那种闷热潮湿的环境。就在这里的话，就是每天勤快一点，洗一洗，身上就会很舒服，不是那种黏糊糊的。你看这边地面都已经起灰了，来这么多天就没下过雨。等下一期吧，下一期我搞点难度高一点的，我准备搞荒岛独居，对。时间拉长一点，然后把最真实、最残酷的一面展现出来。这一期就这样咯，跟度假似的。这个也给它拆掉，走了，回去休整一段时间，过个年，然后再次出发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！